解读 A 股，去说美股，畅谈港股。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1月最后一天，科技股终于大翻身。虽然整个1月都黯淡无光，但在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多只科技股却突然大反弹。特斯拉暴涨11%，苹果飙升4600亿，奈飞大涨11%，纳指也涨超3.4%。隔夜，美股上演惊天逆袭，道指反转早盘1000点跌幅收涨。隔夜盘出，美联储政策预期和地缘政治因素等风险引发三大股指集体跳水，道指日内最大跌幅达1115点，标普500指数下探修正区间。纳指盘中跌4.9%，午盘后市场情绪有所缓和，资金逢低涌入此前重挫的科技股，股指逐步收复失地。这是纳指自2008年10月10日以来首次日内完成4%以上反弹，标普500指数刷新2008年10月23日日内低位反弹记录，而道指也实现了2020年3月熔断危机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。衡量市场波动性的芝商所恐慌指数盘中一度达到202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指数的抛物线式上涨可能表明卖盘力竭。历史统计显示 ，VIX 急剧上升通常标志着市场短期将见底，即使只是暂时的。美股的走势显然受到利率消息的影响，而投资者惧怕加息。当前美联储仍在购债，这意味着美联储继续创造宽松市场。当通胀率接近40年高位的7%，美联储必须要彻底改变政策路线，在经济受到高通胀挤压和资产价格之间做选择。这对股市而言是一个完美风暴，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今天揭幕的美联储政策会议。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3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后启动加息周期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释放何时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信号。高盛上周表示，美联储今年将加息4次，并从7月开始缩表。短期市场将继续受到3个方面的压力：企业收益的基本面下滑，投资者对美联储政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忧，以及随着市场技术面恶化，投资者情绪出现崩溃。周一美股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收高10.7%，成交316亿美元。瑞士信贷分析师 Dan 莱维周一将特斯拉评级上调至超出大盘表现，重申股价目标1025美元，意味着他估计该股在目前水平上还能上涨15%。他称最近特斯拉股价下跌为投资者创造了有吸引力的买入水平，而且该公司的基本面因素高度有利。成交额第2名苹果公司收高2.6%，成交198.6亿美元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苹果公司在欧洲市场的智能手机业务同比增长25%，于2021年12月前在该地区创下历史最高市场份额。瑞信分析师将苹果目标股价由150美元上调至168美元，并维持对该股中性评级。高盛将苹果目标价从142美元上调至161美元。第4名英伟达收高7.2%，成交134.2亿美元。今日美股半导体板块普涨，英伟达并购 ARM 案尚未落定。不少业内人士认为，该收购交易遇到了很多预期中与出乎意料的困难，但英伟达暂时还未放弃。第6名 AMD 收高8.6%，成交107.5亿美元。据报道 ，AMD 正在酝酿一项 PAN 内核功能，可帮助提高 Linux 性能表现。另据披露 ，Deep Blue Group 已买入 AMD 股票。第7名 Netflix 收高11.1%，成交83亿美元。Netflix 声明称，已与加拿大游戏公司 Rockride Games 达成合作，将会为其正在扩充的移动端游戏库带来更多新游戏。此外 ，Netflix 联席 CEO Reed Hastings 宣布近期买入了公司2000万美元的股票。第11名波音公司收高5.1%，成交30.3亿美元。美国白宫称，卡塔尔与波音签署了订购25架波音737 MAX 客机的意向书，而消息人士透露称，卡塔尔航空将临时订购多达50架波音737 MAX 客机。据悉，这批临时订单是在空客取消50架 A321neo 飞机订单之后给出的。下面我们来看几条重要的消息，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直接影响。
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公布的报告显示，苹果公司以强劲的12月表现重获欧洲月度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品牌，年内这个头衔曾4度易主，三星和小米都曾登顶。季度表现上，苹果已经非常接近三星，双方市占率分别为 33% 和 32%。纵观全年，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在2021年增长了 8%， 按品牌分类。三星年销售量上升 6%， 仍居第一，市占率 32%。苹果销售量上升 25%， 市占率 26%。小米销售量上升 50%， 市占率 20%。OPPO 销售量上升 94%， 市占率 8%。索尼互动娱乐公司1月31日宣布，以36亿美元收购游戏制作商班季，交易完成后，班季将成为 SIE 的独立子公司，由现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Pete Parsons 和工作室目前的其他管理团队组成的董事会管理。班季拥有900多名员工，是多人射击游戏系列《命运》和《光环》的开发商。目前，工作室致力于维护《命运2》，扩大《命运》系列，并致力于开发新的 IP。瑞安航空周一表示，由于高油价，目前没有对冲燃油费用的航空公司将损失大量资金。布伦特原油交易价格接近每桶91美元，因全球消费激增，将价格推至7年高位。这对于像航空公司这样的燃料消耗行业来说是个问题。在这些行业，石油可以构成他们最大的成本。当原油价格飙升时，航空公司通常会使用石油掉期和期权来限制或对冲其燃料费用。但是，当大流行导致全球航班几乎停飞时，许多航空公司几乎没有燃料需求来抵消亏损的衍生品头寸。路威闵轩旗下瑞士豪华手表品牌宇舶计划提高其所有手表的价格，以应对通胀。黄金和钻石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宇舶手表的价格在4月或5月上涨 3% 至 4%。宇舶的产品平均售价在2万瑞士法郎左右，其入门级手表的价格约为6000瑞士法郎。宇舶的举措表明，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疫情造成的供应链问题下，奢侈品行业也面临着通胀冲击。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股东维权斗争之一即将画上句号。香港东亚银行打算在场外交易中斥资约 3.73 亿美元，回购美国激进对冲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持有的全部股份。Elliott 一直在撤出香港，自去年年底以来就没有任何获得香港证监会授权的代表。若交易完成，将结束双方多年来波折不断的关系。此前，东亚银行的股价长期下跌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地缘政治对股市的影响。由于投资者担心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即将发生军事冲突，欧洲股市周一暴跌。欧洲斯托克50指数暴跌 4.16%， 俄罗斯 RTS 指数一度暴泻 10%。从周一的市场表现看，避险资金转向了美债和外汇市场。美国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破 1.71%， 美元、传统避险货币日元、瑞郎都出现了小幅反弹。如果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，交易就是买入10年期国债期货。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时期，美国国债是一个传统的避风港。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，10年期美债上周一度触及 1.82% 高位。另一个受欢迎的避风港是瑞郎，届时欧元美瑞士法郎可能跌至1。如果俄罗斯采取行动，资金就会涌向瑞郎。此次危机也让不少人想起了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。正如地缘政治动荡的常见情况一样，动荡会很快就平息了。2014年，美国股市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，但随后很快就完成了修复。地缘政治问题一直在酝酿。如果回顾历史，很少有地缘政治事件影响市场超过几天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